你敢信？黄金价格像坐火箭一样直冲云霄，突破$3500大关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可中国老百姓却集体罢买金饰品，珠宝店老板们哭天抢地，关店潮汹涌而来。一夜之间，无数金光闪闪的店铺变成空荡荡的废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经济寒冬下，中国人捂紧钱包，珠宝行业血流成河，未来更可怕的还在后头。如果说7月的老铺黄金是皇帝的新衣，金光闪闪，万人膜拜，那么8月的老铺黄金就是被人当街撕掉了华丽外套，赤裸裸地站在寒风里。8月8日，这家曾被称为古法黄金第一股的品牌，股价距离巅峰已暴跌近30%，从1100港元一度跌破800港元。这个跌幅不仅砸碎了无数股民的发财梦，还让刚尝到一点甜头的普通员工瞬间从准千万富翁变回了打工人。要知道，老铺黄金的故事起点并不低。2009年诞生，2024年6月28日登陆港交所。这家公司在黄金疯涨的浪潮里，把古法黄金包装成了一种带情绪价值的奢侈品。2025年上半年，公司营收暴增250%，利润飙升300%，资本市场自然蜂拥而至。更夸张的是，公司股东加基石投资者持股高达93%，流通盘极少，股价几乎是被活生生炒上天。但资本的狂欢总有清醒的一刻。6月底，两批解禁股向洪水闸门被猛然打开。黑蚁资本、苏州易美、复兴汉兴这些早期投资方在高位浮盈数十倍，急着落袋为安。员工持股计划更是让人瞠目结舌，比如天津金永油的36名合伙人，持股总值超过26亿港元，人均身家7259万港元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普通柜台销售员账面财富在一夜之间等于北京一套顶级学区房。结果呢？套现潮和市场恐慌一拍即合，股价像被重锤击中，开始直线坠落。更可怕的是，这还没完。港媒爆料，8月15日，还有大股东徐高明掌控的1.12亿股解禁，那天可能会是第二轮血雨腥风。资本市场的冷风很快吹到了实体店。5月1日，老铺黄金在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开业，那天场景用盛况空前都不够形容，人流挤爆商场，5小时的排队队伍像长龙一样蜿蜒在楼层间，连旁边奢侈品牌的店员都羡慕得直摇头。7月，股价冲破1000甚至1100港元，香港中环的老铺黄金依旧人满为患，金饰柜台前像在抢大米。可1个月后，当股价跌掉30%，记者再去探访，柜台前空空如也。柜姐站在一排亮到刺眼的金饰后面，眼神像是盯着空气发呆。5小时排队的热潮不见了，只剩商场空调吹出来的冷气和偶尔路过的闲逛客。金价涨了，金饰却卖不动，这是一场更大的讽刺。7月底到8月8日，伦敦金从3289.81美元每盎司飙到3394.32美元每盎司，逼近3400关口。按理说，金价涨应该让黄金品牌笑开花，结果恰恰相反。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给了答案：2025年2季度，全球金饰消费量同比暴跌14%，至341吨，创下2020年3季度以来最低水平。中国市场更惨，金饰需求只有69吨，环比骤降45%，同比下滑20%，是2007年以来最疲软的2季度。品牌数据同样冷得刺骨。周大福2季度在大陆的销量同比下滑11.1%，净关店311家。周生生2024年全年关店122家，净减少74家。金价涨了，但普通人连克重低的小饰品都舍不得买。
零售商只能拼命推按件计价的轻量化设计，希望用更低的单价维持人气。可这就像冬天用一盏小台灯取暖，杯水车薪。黄金店的灯依旧明亮，地面依旧反光，但那些曾经涌动的人潮和咔咔刷卡的声音，仿佛是上个季节的幻觉。很多人以为老铺黄金的滑落只是资本市场的一次投机泡沫破裂，但这只是表象，背后是中国消费端、投资端同时透支的全面衰退。数据不会撒谎。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中有一个细节，中国2季度零售黄金投资与消费需求总量245吨，环比下滑10%。这意味着不光是金市卖不动，连金条、金币、ETF 这些本该在金价上涨时热销的品类也在同步下跌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以前金价涨，中国人会立刻冲进金店抢金，仿佛每一刻都在与通胀赛跑。现在呢，通胀没等来，反而是失业、降薪、负债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北京某大型购物中心的金店经理直言，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，即使进店的顾客也多是在问价，很少下单。更让人心惊的是，中产家庭过去的金饰消费主力正在被债务和经济不确定性拖垮。房价跌，股票跌，工资不涨，他们的消费优先级从面子型消费转向刚需型消费，金饰自然成了牺牲品。如果说街边小金店关门还能被忽略，那如今的情况是，连上海港汇恒隆、北京国贸、深圳万象城这种顶级商圈的黄金柜台也开始缩减面积，甚至换租给化妆品和轻奢品牌。根据营商大数据，截至2025年7月，全国核心商圈的金饰门店数量同比下降 8.7%。在1、2线城市，下降幅度更高，北京、上海的高端商圈，金饰品牌柜台数量同比下滑接近 12%。这是一个信号，高端零售的黄金神话正在被现实碾碎。为什么金价涨了，金饰却卖不动？这背后是中国人财富结构的巨大转变。人民币贬值压力和房地产失灵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2季度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8%， 价格普遍下跌，房产不再是流动性保障。当这些背景叠加在一起，金价的上涨就变成了一种对冲焦虑的指标，而不是刺激消费的信号。普通人不是不爱黄金，而是没钱买。黄金的投资功能和饰品功能彻底分离，投资者去买金条、买纸黄金，金饰反而被抛弃。老铺黄金、周大福、周生生们的困境，其实就是中国消费升级神话的幻灭。曾经，商场开个黄金柜台就能吸引一堆拍照打卡的年轻人。曾经，结婚买3金是中国式婚礼的必备仪式。曾经，父母给孩子买满月金锁、周岁金镯，象征着一生平安。可如今，年轻人不愿花大钱买金饰，结婚仪式被压缩到最简单的形式，连中产都开始算计金链子到底值不值，因为他们的工资可能还要拿去还房贷、补教育费，甚至应付突如其来的失业。金店的灯依旧亮着，但它照不亮一个消费降级的时代。8月15日，当老铺黄金大股东的 1.12 亿股解禁，或许还会有一次资本市场的惊雷。但比这更残酷的是那种长期的看不见底的冷清，它不会一天跌 30%， 却能慢慢蚕食一个行业的未来。这才是真正的悲剧。